今天的视频内容是城市风景组合，带您走进上海、南京、西安、成都这4座风格各异的中国城市。上海，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黄浦江边，上海的繁华如梦似幻，令人沉醉不已，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夜晚外滩的灯光景色是上海独有的浪漫，既温柔又热烈。南京，古代中国6个朝代的首都，一边是巍峨的城墙，一边是碧波荡漾的玄武湖。老门东、夫子庙、秦淮河，6朝古都的韵味扑面而来，在这里让人驻足，忘却时间。西安，这座距离上海约1400公里的内陆城市，它与著名的罗马、雅典、开罗等古城齐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里威严庄重的兵马俑，晚上大唐不夜城灯光和古建筑组成的梦幻古代画卷。成都，以大熊猫和麻辣火锅闻名全球的城市，去了上海，一定也要去成都，感受上海快节奏的生活与成都一杯香茶坐半天的悠闲日子。下面就一起来探索上海、南京、西安、成都这4个城市好玩的地方。上海位于中国东部，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这里的常住人口超过了2480万人。这次上海的景点将会介绍外滩、豫园、上海迪士尼乐园、新天地、上海中心大厦和上海唐风夜宴。如今的外滩，北起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全长约1.5公里。拥有52幢风格各异的古典复兴建筑，涵盖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等多种建筑风格。黄浦江，一条江河把上海分成浦东和浦西。浦西这边以老建筑为主，散发着历史的味道。隔江相望的浦东，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它们展示着属于上海的现代化奇迹。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外滩最是动人。浦东和浦西隔着江面交相辉映，呈现一半古典、一半未来的超美的视觉画面。此时，无论是站在江边上依着栏杆远眺，还是乘坐游船江上夜游，外滩无疑是感受上海最美一面的最佳地点。在这里有一个小建议，如果觉得乘坐观光游船价格贵，则可以选择乘坐单程票价2元的轮渡。它们分别是东富线或东京线，搜索复兴东路渡口或金陵东路渡口，乘船位置就在外滩，十分的方便。豫园是上海5大古典园林中唯一坐落于市区的园林，楼阁亭台、假山池塘、装扮和灯光都设计得非常的精巧。在繁华热闹的城市中心，保存着这一片古典优雅的风格。上海豫园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的明代江南古典园林，是一位名叫潘允端的官员为他的父亲安享晚年所建。如今的豫园区域已发展为一个复合型商圈。在欣赏古典园林后，走一走豫园老街、城隍庙，也能在这里品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典美食。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占地面积约700公顷，2016年开始运营，是一座具有纯正迪士尼风格并融汇了中国风的主题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主题园区分为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梦幻世界、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疯狂动物城这8大主题园区。有创极速光乐摩托、飞跃地平线、加勒比海盗、7个小矮人矿山车、热力追踪等刺激的游乐项目30多个，还有各种娱乐演出，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天地。新天地，这里距离豫园大约只有2公里，步行大约也只需要30分钟。新天地吸引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外表复古、内里时尚的风格。
新天地分为南里和北里两个部分，南里以现代建筑为主，北里则以保留石库门旧建筑为主。前天井、课堂、后天井这种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石库门住宅，经过现代设计师的改造，上海新天地改写了石库门的历史，对本已走向历史文物的石库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青砖步行道、红青相间的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它们的外观依然保持着历史的味道。然而一步走入建筑内部，则又是非常现代和时尚。酒吧、咖啡厅、茶座、中餐厅、西餐厅，就这样穿过一扇门，恍若穿越时空。上海中心大厦，这里是可以俯瞰整个上海的地方，632米的高度，是中国最高的建筑。上海中心大厦的内部就像宝藏一样，藏着各种各样让人惊叹的风景。位于52层的朵云书院，被誉为一座漂浮在云端的书院。这种在云端低头阅读，抬头俯瞰上海黄浦江两岸美景，近距离观赏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上海地标性建筑。118层的观光厅，此时已经来到了高546米的高空，三角环形的设计环绕着超大的落地透明玻璃幕墙，黄浦江两岸的建筑与景点尽收眼底。上海的繁华与宁静在这一刻就像一幅美丽的画，360度环视上海的全貌，尽情感受置身于天空之城的震撼体验。126层的上海汇演阻尼器光影音乐秀，又是另一种让人震撼的地方。它揭开了这栋632米摩天大楼最神秘的部分。此时已经来到了583.4米。这个像眼睛一样的艺术雕塑叫上海汇演，它的重量达到了7吨，是整座大厦里最神圣、神秘、神奇的部分。它的工程学名叫做阻尼器，整个装置的重量达到了1000吨。阻尼器顶部的圆洞造型有如直指苍穹，搭配上绚丽的灯光，霸气非凡。上海宫宴，如果你只来上海旅游，没有再去另外城市参观的计划，又想找一个氛围特别好的餐厅吃饭，那么来体验一次上海宫宴，感受中国古代的宫廷宴会。这种沉浸式宫廷体验的宴会，结合了美食、表演和汉文化元素，穿上中国古代的服装，观赏舞蹈表演、音乐演奏，品尝美食，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美食之旅。2. 南京，这是距离上海大约300公里的另一个城市，乘坐高铁大约70分钟就可以到达。在南京有着与上海截然不同的风景。南京常住人口只有957万人，比上海少了1半多。南京这座城市既古老又现代，它曾经是中国古代6个朝代的首都。这次南京的景点将会介绍鸡鸣寺、玄武湖、牛首山、老门东、夫子庙和中山陵。鸡鸣寺毗邻着玄武湖。鸡鸣寺是南京最古老的佛寺之一，在它1000多年的历史里，多次毁于战争，又历经多次重建。鸡鸣寺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大雄宝殿、观音楼、药师佛塔等建筑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44.8米高的药师佛塔成为了鸡鸣寺的标志性建筑。黄墙黑瓦间透着古朴禅意，微风拂过，香烟袅袅。每年的冬季下雪和4月春天的时候，鸡鸣寺的美达到了极致。玄武湖，这里距离鸡鸣寺不远，它是南京的标志性景点。玄武湖位于南京市中心，湖边散步，湖里划船，杨柳依依。玄武湖这片城市里的绿洲，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理想去处。
玄武湖总面积5.13平方公里，湖面3.78平方公里。湖中的环洲、英洲、灵洲、凉洲、翠洲，湖堤和蜿蜒的栈道把5个小岛连接。城墙下的玄武湖，一湖潋滟如明镜，十里长堤风景如画。牛首山，南京的山多半藏着故事，牛首山的故事藏着的则是一份独特气质。牛首山位于南京市南郊，因双峰对峙，形似牛角而得名。牛首山以供奉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为核心，在一流的铁矿深坑建造了震撼人心的佛教建筑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佛顶宫，在它的地宫供奉着珍贵的佛顶骨舍利，艺术宫殿般的千佛殿、万佛廊与禅境大观更是令人叹为观止。9层4面、高88米的唐代风格佛顶塔，形如佛祖袈裟，长度达120米的大穹顶，以莲花宝座为基座的小穹顶，56座飞天菩提门。牛首山的禅意与艺术表达从不保守，现代科技与传统在这里碰撞，文化传承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老门东是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以东，因地处中华门以东，因此而被称门东。这个藏满明清古巷的宝藏街区，明清建筑、非遗文化体验与街头美食，这里既有历史沉淀，又有市井烟火。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子，青砖黛瓦马头墙、雕花窗棂，古巷幽深，这些典型的老民居房子，让人在漫步间感受最地道的南京烟火气。夫子庙，夫子庙是一处占地极大的古建筑群，主要由孔庙、学宫、江南贡院3大建筑群组成。古代时的夫子庙是江南学子们争相求名的圣地，与夫子庙一墙之隔的江南贡院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在最鼎盛的清代，仅用作来参加考试学生的房间就有20644间。除了白天参观游玩各处古迹，夜晚的秦淮河游船又是另外一种风情。夜晚的灯笼与彩灯交织，沿河而建的仿古建筑群在灯光的映照下更加的温馨而古朴。游船缓缓前行，那些写在历史书里的画面此时正慢慢打开。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看到了风景，更触摸到了历史的灵魂。当船行至终点，回望灯火阑珊的河岸，心中也早已装满了浓浓的秦淮情。中山陵位于南京市紫金山南路，是中国近代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始建于1926年，1929年建成，1931年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碧云寺迁葬到这里。中山陵总占地面积达130平方千米，由中山陵陵园、廖仲恺、何香凝墓、邓演达墓、谭延闿墓等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中山陵附属革命历史图书馆旧址组成，并以陵园为中心，分散在4周。陵园依山而建，庄严肃穆。中山陵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牌坊、碑亭、祭堂和墓室展现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缅怀。博爱坊上博爱2字和陵门上天下为公4字都是出自孙中山先生手记，也彰显着他的政治理想。
西安，这是中国的另一个古代首都城市，它有着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秦、汉、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在那些朝代，人们把这个城市叫长安。在1981年，西安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名城，与著名的罗马、雅典、开罗等古城齐名。这次西安的景点将会介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大唐不夜城、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城墙、西安宫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它展示的是千年的帝国军政。作为世界第8大奇迹，这座沉睡千年的地下军团，正以无声的威严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于1974年，是当地农民在抗旱打井时偶然发现的陶俑残片。后来经考古工作者的勘探视觉，才揭开了这座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庞大地下军阵。博物馆内有3座兵马俑坑，1号坑规模最大，是最早被发现的俑坑，呈长方形，坑里有8000多个陶俑。1号坑中数量最多的陶俑是武士俑，这些武士俑平均身高约为1.8米左右，最高的甚至可以达到1.9米以上。脸型、身材、表情都各不相同，他们威严地排列在坑内，与陶马和战车共同构成了一个壮观的古代军队。站在这些气势磅礴的陶俑军阵前，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秦帝国统一6国的强大实力和战无不胜的恢宏气势。2号坑尚未完全挖掘，呈曲尺形的坑内构造展示着俑坑更复杂的陶俑布局。从2号坑出土的陶俑，骑兵、战车、弩兵，每一个都栩栩如生，被誉为秦始皇兵马俑的精华。3号坑整体呈凹字形，由南北厢房和车马房组成。车马房中有1辆4马战车及4件兵马俑。从3号坑的内部布局看，推测应该是1、2号坑的指挥部。大唐不夜城是西安市中心一处沉浸式唐代文化体验街区。飞檐斗拱的仿唐代宫殿建筑，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南北绵延2.1公里的步行街，真正体验到白天是现代西安，夜晚是古代长安的梦幻穿越感。在这里，盛唐的繁华不再是历史书中的文字，而是眼前的光影，耳边的古乐，身边穿着古代服装、打扮精致的人们，与盛唐长安的浪漫邂逅，在夜色中读懂西安的历史与诗意。陕西历史博物馆，很多人去西安旅游都会把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作必去的一站。这座被称作古都明珠、华夏宝库的博物馆，是不是也有疑问？为什么不是在北京，而是在陕西西安能拥有这样一座顶级博物馆？这事儿得从脚下这片土地说起。西安在古代有个更响亮的名字——长安。这里是周、秦、汉、隋、唐等13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陕西历史博物馆170多万件的珍贵藏品，不是偶然，而是上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必然结果。一件件文物串联起的是一段段鲜活的历史，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倾听、去感受这悠久又璀璨的中华文明。
西安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距今已有650多年历史，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城墙高12米，顶宽12到14米，底部的宽度更是达到了15到18米。作为古代的防御来说，真的固若金汤。西安城墙以长方形环绕着西安古城区，在东南西北各开一扇城门，用来进出。东门、长乐门，南门、永宁门，西门、安定门，北门、安远门。这4座城门也是古城墙的原有城门，但后来为了方便出入古城区，先后在城墙新开了多座城门。现西安城墙已有了城门18座。西安宫宴，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底蕴的古城，以一场沉浸式的宫廷盛宴，让人们仿佛穿越回到古代皇朝。唐乐宫、大明宫宴、武皇盛宴，这里的宫宴不仅是美食盛宴，更是一次古代文化的现代复活。千年历史在杯盏美食间重新苏醒，身穿古代服装的宫女们引席入座，随着精致的菜肴摆上桌面，表演也开始了。古风舞蹈、典雅乐曲、诗歌吟唱、礼祭表演，现场的实景表演把氛围推向了如梦如幻。4. 成都。说起成都这座城市，大家最容易想起的或许就是大熊猫和火锅。但来过成都后，你会发现被它吸引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而是成都给的那种感觉，悠闲安逸、节奏缓慢的生活，才是真正让人怀念。这次成都的景点将会介绍都江堰熊猫谷、青城山、锦里、人民公园。都江堰熊猫谷，这里人少景美，位于都江堰市玉塘镇。大家看大熊猫时间一定要选择早上，因为大熊猫害怕热，早上是它们在户外活动的高频时间。如果你是中午和下午去参观，大概率只能在恒温的室内看到，户外已经没有大熊猫了。熊猫谷环境清幽，竹木成荫，溪流潺潺，就宛如一个美丽的森林公园。熊猫谷作为大熊猫野生训练基地，它们会在这里参加野化过渡训练，然后接受评估是否适合放归自然。在这里会有看到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爬树、打滚、悠闲啃竹笋。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它的最高峰海拔1260米，山林青翠，古树茂盛，山间溪流潺潺，道观飞檐若隐若现。深厚的道教文化与清幽的自然环境，使青城山成为优绝天下的道教仙山和夏日避暑胜地。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前山分布着的这些道教宫殿，融入在周围清幽的自然环境里，尽显道教思想的道法自然哲学意境。圣母洞、飞泉峡、白云寺、泰安古镇，后山约1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是原始自然风貌的体验与自然奇景的观赏。水秀、林幽，山雄伟的自然风光神秘绮丽，是徒步爱好者追求自然野趣、喜欢挑战的天堂。锦里位于成都市武侯祠旁，是一条充满三国文化韵味的古街。这条仿古街区全长350米，却浓缩了成都最地道的市井风情与民俗文化。青瓦灰墙、红灯笼高挂，茶馆、戏台、手工艺坊错落有致。在锦里感受民俗与非遗表演、川剧变脸、糖画、剪纸，这些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场制作与表演，感受浓厚的民俗文化。古街琳琅满目的小吃，张飞牛肉、三大炮、糖油锅子、钵钵鸡，香气四溢。到了晚上，挂在屋檐下的红灯笼纷纷亮起，将锦里古街映照得格外有韵味。成都人民公园是成都市区中心一座承载了100年历史与地道成都市井风情的开放式园林。它已融入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体验原汁原味成都休闲文化的首选之地。竹椅木桌、盖碗茶，灵活而设的老茶馆，在这里点上一杯茶，品茶、聊天、打牌、掏耳朵、看表演。茶艺与杂技结合，长嘴铜壶表演、川剧吐火、川剧变脸，演员们的动作行云流水，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川剧变脸，川剧变脸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其中一种，是独属于巴蜀舞台上的瞬间魔法。这种具神秘色彩的绝技，它并非魔术，而是融合了戏曲妆容、力学机关与演员功力的综合艺术。演员通过折扇、甩袖、转身等动作，自然掩盖变脸过程，让观众惊叹明明睁着眼却看不清手法。看一场川剧变脸，更深地体验四川传统艺术的奇妙。合唱团、舞蹈、散步，这样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正是成都巴士文化的生动写照。